嗨，大家好。上次大家说那个水井的门做的太复印了，关不上，而且那个虫子很容易爬进去，所以说今天我按照大家的要求去给它改善一下吧，把那个门锯小一点。最近一直都是雨季，水井里面也不缺水，就是怕夏天的时候有一些蜈蚣啊、虫子到水井里面去。确实，那个水井的门关不上的话，也是有些后患的。因为以前那个水井就没有门，老是有一些鸟啊，还有青蛙跑到里面去，那个水都污染了，所以说都不怎么敢喝。我们要做就给它做完美一些。本来那天想的是能把那个门全部开合就可以了，但是大家说要做就把它做好。做不好的话就没有必要做，所以说我觉得也是这样的。其实现在这个门它已经很封闭了，就是没有完美的嵌入进去。哇，这个水已经快满出来了。再一看这个水井，尽管我们已经把它修复了，但是它还是漏。只要印到这上面来，它就开始漏了。因为出水口的位置，它会直接漏出来的。只要印不到那里，它就会往外面冒。所以说，这个水井它不但下特大暴雨的时候，它永远都满不出来。大家看，现在的水完全不用担心了。水只要满到这个位置，它就开始往外漏。从这两个地方露出来的，它是往地面嵌入出来的。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门切掉一些，所以说要先给它拆掉。其实之前做的尺寸是刚刚好的，只是因为把这里给它完全打开了过后，它就多一部分出来，所以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切掉就可以了。其实这个水井我们不用修复也有水喝。上次这个水井的主人还有水沟里面的那个主人，他也跟我们说过，他说水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，水井里面你们随便用，水沟里面的水只要在他们不灌田的情况下也是随便用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2处水源了。以前水沟里面的水他们完全不让我们拉，现在完全让我们放到蓄水池里面了，所以我们蓄水池里面也随时都是满的。这个水的事情也彻底的解决了。之前大家都说让我们申请自来水，其实我们这里申请自来水是达不到标准的，而且我们这里只有几户人家，要是来自来水的话，他肯定要在山上修一个大的蓄水池，然后自来水再从水池里面放到我们几户人家这里，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，所以申请大家都不会通过，所以只有我们自己来解决这个水源的问题。现在我们也彻底的解决了，不管是我们还是叉叉他们都不用担心没有水喝。现在沿着这个边缘给它锯掉，因为这里没有电，只能用这个锯子慢慢的锯掉。如果要用电锯的话，又得重新从叉叉他们那里拉电过来，是比较麻烦，直接用这个手锯。可能大家也有个疑问，觉得我们3番5次的来把这个门给它修复，给它完善，为自己的用水安全做一个保障。虽然我们做的不是那么完美，但是我们一次的修改，一次比一次好。之前那个门完全打不开，修复了之后可以完全打开，但是又合不上。本来是想着将就用着，但是大家都说不能将就，要做就把
把它做好。我们想了一下，也确实如此，所以我们又一次来把这个门给它改善一下。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，都是在不断摸索中前进。我们没有十全的把握，但是我们可以一点一滴的做好。看一下，可以合上一点。这里也把它拧下来，我只是刚刚为尺寸的做的。没问题了。可以吧？反正这样的话，那些动物是不会轻易打开的。现在把它装上去。这样一个崭新的门又可以完美的合上了。现在关上的问题也解决了，门打不开、打不全的问题也解决了。别看这个水井漏，其实已经比起我们刚来的那会儿好很多了。因为我们刚来那会儿它是底部漏，现在它只是出水口的位置漏。我们自己修复的那一部分它是漏不出来的，因为我们放了塑料膜，就是为了防止它下面漏。现在完全就不会了，它只是淹没到我们修复的位置，然后上面部分漏。我们使用的话就使用我们修复的那下部分，所以也不用担心水会漏完。流出来的水量这么大，就足以证明进水也是非常大的。可以了，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全都解决了，是不是很完美？现在，啊，开合的挺正常的。我们现在终于完美的把这个水井的门给解决了，再也不用担心有虫子爬进去。看这些缝隙都很小，虫子是爬不进去了，蜈蚣也爬不进去，所以说我们的这里的饮用水得到了安全的保障。这里问的。这个女巫老是来吃我们的庄稼。